大家好，我是麦香牛奶咪醋，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超旗舰游戏本一直以来都占据着这个圈子的舆论漩涡中心。然而和主流价位的产品不同，他们的重心很多时候并没有放在怎么做才能多卖几台上。毕竟这些售价堪比小汽车的顶级选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与大多数无关。很多时候，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负责让屏幕前很可能永远不会买它的人，在看到它的时候惊呼：哇，原来还有这么酷的笔记本！而今天视频的主角微星泰坦18 Ultra 2024是目前阶段最符合我对于超旗舰游戏本定义和认知的选手。除了显而易见的外观之外，它究竟还有什么特技能够让我惊叹？看完本期视频，我相信你能够找到答案。简单看一下配置，我手边的这台搭载 i9-14900HX 24核32线程 RTX 4090显卡，双通道 128G 内存 4TB PM9A1 3840×2400分辨率120赫兹的 Mini LED 屏幕，其余配置如图。在你们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价格应该已经公布了，知道的观众可以打在弹幕上。作为一台超旗舰，一个亮眼的外观自然是不可或缺的。泰坦18 Ultra 对比前代的泰坦 GT77HX， 外观的设计语言上有了巨大的转变，彻底摒弃了厚重的肌肉车设计思路。在屏幕尺寸加大的同时，整机却显得更加苗条。当然，这个描述只是相对而言。泰坦18 Ultra 作为18寸游戏本，体积和重量依旧相当惊人。整机3.61千克的重量，厚度24.1至28毫米，带脚垫最后处38毫米，原装了全新的台达400瓦适配器，但带线重量也只有1.16千克。要知道，拯救者去年引以为傲的330瓦氮化钾，带线重量也有1000克，400瓦1.16千克。算是比较轻便了。机身左侧为2个10Gbps 的 USB-A 接口，一个 SD 卡槽；右侧是3.5耳接口，一个10Gbps 的 USB-A 接口，2个雷电4接口。右侧的一个支持 BT 3.1，尾部则是电源 HDMI 2.1以及 RJ45网口，合计3A 2C。虽然这个接口数量在目前的18寸里算是主流水平，但是我认为这个尺寸的游戏本，尤其是泰坦18 Ultra 这样可以兼备移动工作站功能的重型笔电，接口应该是我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的。A 面为金属喷砂，中间镶嵌有 RGB 的龙盾，对比前代突出的设计，质感要好一些。不过表面依旧很容易沾染指纹，要经常清洁。尾部并没有使用上代的黑红金配色，而是银灰色包裹中有蓝色的斜切，前者从尾部延伸并环绕了机身一圈。地面整体为银色塑料材质，进风口处镶嵌了金属材质的 Mesh 网板，中间有 Titan 字样，脚垫也采用波浪形重叠，设计感非常足。频道的老观众应该还记得我吐槽过微星的地面设计和机身剩余部分脱钩是颜值短板，这一次算是地面设计领先整机了。不过地壳整体采用塑料材质加喷漆处理，细节上确实充满设计，但是实际上手略带了一些塑料感，在质感上和 AC 面形成了一定的落差，还有进步空间。单手打开屏幕，屏轴阻尼感调试的不错，但是因为屏幕整体尺寸太大太重，还是会有一些晃动。C 面是整台机器最让我着迷的部分，万托和触控板完全融为一体，采用了整块的磨砂玻璃，实际的触摸区域覆盖上了纵向10分区的 RGB， 流光效果非常流畅自然，而且由于采用一体覆盖，因此根绝掉了 AW 那样的漏光问题。滑动手感顶级的同时，泰坦18 Ultra 也是极为罕见的用上了压感触控板的游戏本，震动反馈干脆利落，完全不输那些顶级轻薄本。不过玻璃表面对猪油比较敏感，同样需要经常清洁。上部为金属材质，键盘主体为陈为轴机械键盘，上方的 FN 键以及右侧小键盘区域为薄膜，整体打字手感是绝对没得说的。背光自然也是赛睿合作的单键 RGB， 亮度略有提升，不再是键光瓷，但这个要求对于一台顶级旗舰来说也是低了。另外键帽打油还是没法避免，不过接下来的部分就完全没有亮度的顾虑了。泰坦18 Ultra 搭载了一块18英寸16:10 4K 120赫兹的 Mini LED 屏幕，分辨率达到了3840×2400，是目前的18寸笔记本上规格最高的屏幕。实测 SDR 下，屏幕中心最大亮度528尼特，屏幕通过了 HDR1000 认证，开启之后局部激发亮度可以高达1344尼特，全屏则会从1340尼特激发后逐渐下降，并且最终稳定在850尼特。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此时显示 SDR 内容有触发 HDR 的激发亮度，全屏的最大稳定亮度则可以达到981尼特，当然都已经是远超了正常用户使用需要的范围了。屏幕的光晕虽然依旧无法避免，但是控制得很好。观看 HDR 内容的时候，体验确实非常顶。响应速度方面，屏幕的投影表现还不错，背光延迟也不高。打开 OD 之后，投影基本消除，但是会有一定幅度的过冲，以及屏幕如果能加上 G-Sync 的支持就更好了。而在色彩方面，屏幕支持10比特色深，搭载了 MSI True Color，实测色域切换绩效良好，其中 sRGB 模式下，色温拟和6800
1800K，得益于分区背光对比度为无限，但是几档模式下色准的表现都比较一般，伽马也比较偏，再加上分区背光不可关闭，这块屏幕用来办公、影音娱乐和打游戏确实不错，专业需求就需要外接显示器了。另外，我手中的这台在独显直连模式下，屏幕无法正确启动 HDR， 这一点官方确认是 BIOS 与 N 卡驱动的兼容问题，后续更新就可以解决。看完了优秀的皮囊，强大的内在也是超旗舰不可或缺的部分。泰坦18 Ultra 首发了14代 Intel HX 处理器的旗舰 i9 14900HX 8P 加16亿和加24核心32线程，和使用了最新 Meteor Lake 架构的 Ultra 系列移动端处理器不同，14代 HX 处理器和桌面端一样，是13代 Raptor Lake 的 Refresh 产物。对比13900HX 以及13980HX，在核心架构、规模、工艺和缓存规格上都保持了一致。不过在频率上，14900HX 给的更高，默认大核最高频率比13980HX还要高0.2 GHz，达到了5.8 G， 全核睿频也达到了大核5.2 G， 小核4.1 G。不过看到这，有些观众就要说了，这多给点频率，要是散热不行的话，那也跑不上去呀。这就是泰坦18 Ultra 的拿手好戏了。现在奔驰 R23 全默认的状态下，处理器单轮多核心分数就可以来到32852分，开启全速模式时，多核分数更是可以达到33702分。这个表现已经达到了一些13900HX 机型降压超频的水平了，单核分数2191分，而泰坦18 Ultra 10分钟的分数，默认状态下就可以达到32333分。观察运行状态，处理器一开始可以达到恐怖的220瓦，随后因为温度强缓慢下滑。但是即使如此，最终结束时，功耗依旧可以维持住172瓦上下，核心温度95度。而泰坦 GT 及其 HX 在解锁了100度温度强的情况下，温度也只能维持165瓦。泰坦18 Ultra 的处理器释放对比前代是获得了巨大升级的。当然，都玩微星的机器了，谁只看默认性能啊？本代的泰坦18 Ultra 同样在 BIOS 内提供了丰富的可调节选项，关闭 UVP、CEP， 打开降压和温度强之后，我把这颗14900HX 降压超到了多核39007分，这是此前在移动端难以企及的高度了。14900HX 对比13代，在体质上确实有着明显的提升，降压超频的能力更强。但是能够达成这个成绩，主要还是靠泰坦18 Ultra 势大力沉的恐怖堆料，彻底放开电流枪。唯一能够牵制这头猛兽的缰绳，就只剩下了功耗枪。而全新的均热版设计提供了极为可怕的短时间爆发能力，最终获得的便是已经完全比肩桌面级的性能释放。降压超频之后，对比默认状态，在全功耗下的表现都更加恐怖。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笔记本处理器能效比曲线图居然有一天能够把横坐标画到235瓦。测试的时候，真是让我久违的找回了心潮澎湃的感觉。看完了处理器，显卡的部分就显得比较平淡了。泰坦18 Ultra 继续搭载了普普通通的移动端 RTX 4080以及4090，我本次拿到的是4090的版本，9728的酷打数，16G 256bit 的 GDDR6 显存，规格上对比去年没有什么变动。3D Mark Time Spy 默认得分22377分，处理器16381分 ，MSI Center 内自带了100兆赫核心的超频。此时显卡得分22667分，简单小超之后，处理器得分17611分，显卡23827分。如果有玩机的观众应该注意到了，处理器的得分并不高，这其实是内存的原因。泰坦18 Ultra 延续了 GT 机器的超强内部拓展，合计3硬盘位，4内存插槽。我手中这一台出厂预装了4条5600兆赫32G，合计128G 海力士内存，最高可以支持4条48G，合计196G。但也正是4条插满的缘故，内存的频率被 Intel 限制在了3600兆赫兹。不过 BIOS 内开放的内存频率和时序调整的开关，后续可以自行调整。实际的游戏当中，对比搭载 i9 13980HX 的 GE78 以及 Y9000K2023 1080P 下，泰坦18 Ultra 在大部分游戏中都保持了优势。其中2077和地铁离去的优势尤其大，这一点其实得益于 Intel 新搭载在高阶14代移动端 HX 处理器上的 APU 功能，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线程优化。但是目前这一项技术支持的游戏实在是不多，而且伴随而来的代价是处理器的功耗大幅度上升。因此，作为一个天头看一看就好，实际能够应用的也就只有泰坦18 Ultra 这样能够在保证显卡满血释放的同时，提供极为恐怖 CPU 功耗的机器了。1440P 分辨率下，泰坦18 Ultra 继续保持了相当的优势。不过在1%low 帧数方面表现出了一些疲软，这一点也正是因为之前提到的 Intel 平台限制下，4内存插槽频率受限。如果主要使用场景是游戏的话，个人建议选个64G 内存的版本，默认频率更高，而且手动超频也会更容易。4插槽还是更倾向于专业用途。另外，原生16:10的3840×2400分辨率，本次也有测试，不难看出，即使是移动端最顶级的配置，想要应对超4K 分辨率的游戏也是压力十足。
虽然大部分都还可以应对，但是负载较重的，例如2077，还是跌破了60帧大关，想要畅玩的话，还是需要略微降低一点画质或者打开 DLSS。接下来是散热史色部分，其实这也是我一开始最担心的部分，因为机身厚度压缩，原本的4风扇尾部全出风设计也变成了双风扇4风口，似乎散热下降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事实真的如此吗？26度室温垫高，狂暴模式，单口 FPU 泰坦18 Ultra， 最终稳定在了163瓦，核心温度93度，大核频率4.3 GHz， 小核3.5 GHz， 对比泰坦 GT77HX 135瓦87度有明显的提升。而且这个提升不仅仅是单烤，双烤时处理器最终平均93瓦，频率3.3加2.7 GHz， 封装温度86度，显卡175瓦，1620兆赫兹，核心72.1度。此时的核心总功耗已经达到了268瓦，而且86加72的核心温度还非常宽裕。如果功耗不做限制，300瓦双烤也不会有任何压力。更难得的是，此时噪音被控制在了54.5分贝，对比泰坦 GT77HX 在双烤功耗更高的前提下，温度没有多少上升，噪音还更低。说是散热能力全面得到提升，完全不过分。在开启全速模式之后，双烤功耗不变，处理器核心温度降低了82度，显卡核心温度下降到70度左右，但是噪音会上升到60分贝。而贫困模式下，功耗会降低到55加150，合计205瓦，核心76加70度。此时的噪音能够控制在50分贝以内。结合前面的游戏测试，2K 分贝率下，显卡功耗大多在150瓦左右，平衡模式也是非常可用的。甚至我认为这个状态下，显卡开放到175瓦也完全不会有压力。整机依赖强大的散热，性能可以说是收放自如。最让人感动的是机器轻负载时，虽然算不上完全无声，但是终于不再会有潮起潮落的噪音，日用的体验有了很大改善。不过机身变薄也有一些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虽然散热的性能可以用堆料来解决，但是有一些部分是违背不了基础的物理规律的，例如 C 面的隔热。狂暴模式双烤下，机器的表面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区域，中部键帽温度已经达到了烫手级别，腕头位置同样有明显热感。好在采用的玻璃材质，触感比较温润，当然也可能是现在冬季的缘故。接下来是拆机展示部分，泰坦18 Ultra 拆机难度不大，拧下所有螺丝就可以撬开后盖。机器也支持2年全国联保和上门服务，扩容更换可以不用自己动手。内部的布局可以说是改头换面，完全没有了此前机型热管立交桥的风格。上方是巨大的均热板全覆盖，显卡一侧的侧鳍片为均热板延伸， GPU 一侧则为热管串联。风扇的尺寸和厚度都很大，细心的观众应该已经发现了，这一次两侧的风扇扇叶密度略有不同。是的，微星总算是对自己的祖传风扇做了一点改动，左侧的风扇用上了扇叶密度稍高一些的，不过右侧还是微星那股熟悉的味道。同样违背了祖宗之法的是下方新增的南桥散热。是的，你没看错，微星的南桥终于不再裸奔了，有一块延长出来的散热片连接到模组上，算是根绝了南桥过热导致的掉 USB 爆音问题。旁边是叠放的双通道4插槽内存，插满4条32G 5600兆赫兹海力士，不过因为 Intel 平台限制，默认运行在3600兆赫兹。如写如图，左侧为2个2280硬盘位，右侧还有一个，合计3盘位。机器出厂搭载2条2T 的三星 PM9A1 组成 RAID 0，轻松5位数的顺序读写，这是非常暴力。但是三星加20的搭配，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我个人建议到手之后做拆分。网卡型号为 Killer 的 BE1750X， 支持 WiFi 7，是目前的顶级网卡了。下方是99.99瓦时的电池，不过因为 Mini LED 屏幕以及 HX 处理器 ，PCMark 10续航时间只有5小时1分钟，完全是意料之中。电池充电极速45瓦，两侧扬声器，机器合计搭载了6扬声器，声音却是非常巨大。此处是路外放对比。星のない空に輝く光を戻れない場所に捨てたものでさえ生まれ変わって明日をきっと照らす星屑の中であなたに出会えたいつかの気持ちのまま会えた
总结环节，我毫不避讳地说，泰坦18 Ultra 2.4是最近半年以来就让我感到热血沸腾，也是我最终卖的机器。今年如果有机会做年度评级的话，金字塔尖一定会有它的一席之地。泰坦18 Ultra 对比泰坦 GT77 HX 设计语言上的巨大变化，并没有带来多少让人心生疑惑的负面感受，证明了好的设计并不会因为缺乏延续性而让人厌恶。让人觉得幽默的设计也绝不只是因为它标新立异。18寸 Mini LED 全玻璃覆盖万托 RGB 触控板这些元素虽然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当它们被结合起来放在一起的时候，依旧让人能够感到冲击力十足。而在这一套华丽的外表之下，白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散热和性能释放，更是给了我无限惊喜。可能是目前最强的处理器散热和供电能力，毋庸置疑，可玩度最高的 BIOS 终于实现了合体，让这颗原本稍显无趣的 Refresh 处理器迸发出了难以置信的璀璨表现。这才是一台真正的超级键应有的水准。当然，在抒发我个人的强烈主观情感之余，我也必须要承认，神所创造的世界并非完美。泰坦18 Ultra 这块白币依旧需要一些打磨，风扇的选用虽然有进步，但是距离主流水准尚有差距。屏幕的色准表现一般 ，OD 稍显激进，接口数量仍有增加的余地，以及我认为最遗憾的，外观的塑料键质感软板。以我对微信的了解，这些问题中可能有一部分还会陪伴我们一些时日，但至少在难敲散热、均热板的运用上，能够看得出微信作为老牌游戏本选手，些许试图走出固有领域的意图。希望这样让人热血沸腾的机器能够越来越多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觉得有意思的话，不妨给个美点赞；觉得有帮助的观众，也欢迎长按点赞1键3连。接下来的新品季还有很多很近的新模具，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个关注。我是麦森的南米醋，我们下期再会。